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今天来桃园航空城博物馆参观，从7月24日起到8月底的一个航空特展，算是试营运吧。不过刚刚要抵达这里真的不容易，因为 Google 导航是鬼撞墙，因为这附近整个区域都是航空城在施工，很多道路封闭，又有很多新的道路，所以 Google 导航也不知道该怎么走。那我就走一走，走到这边，已经接近这个桃园航空城博物馆005警戒区的这个展览区域了。那路边有车位，我就先停了。这个区域以前是空军桃园基地，展览区在前面那里。像我刚刚车子开到这里就不敢上去，因为开上来是人行道，然后对面那边有停车场。 展览馆在前面那里，就是利用以前的机堡吧。05机堡公园全区导览图。4连机堡是主要的展览区。空军桃园基地也是黑猫中队的基地，不过并不在05警戒区这里，在另外一边，应该是没有开放。这是4连机堡。 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边是有一些商店。哦，这陈康国小，现在应该已经拆除了。我去年还有造访。原空军子弟小学，陈康国小。哦，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战斗机的机堡。 园区潜伏15只神秘的黑猫。这是我今天遇到的第一只黑猫。这个机堡是有特展，以智为义，为国而降。周志楼的时代足迹。 周志楼将军曾经担任空军总司令、参谋总长。周志楼将军出身陆军，后来成为空军将领。保住或报考户籍观赏证照。昨日已去，今日太近，唯有明日希望无穷。这是受桃园航空城计划 而受影响的5所小学，其中有4所废校，1所迁校。废校的是沙仑国小、陈康国小、后厝国小、圳头国小。我去年在桃园航空城徒步旅行，都造访过这4所学校。 这是我们小时候很熟悉的集会程序，眷村聚落的记忆。桃园国际机场附近，那边有大，我们这边有个基地，这都是受影响而废校的小学。然后我们就也上到了现在。
过这边的眷村，现在都要拆除了。我在这边找到第二只黑猫，这是第二座机堡，这边设有楼上。哇，这边很多黑猫，前面那里还有一只，这是我今天遇到的第3只黑猫。有拿国旗的才是黑猫潜行计划。总共有15只神秘的黑猫。哦，那边还有一只。基堡公园警戒区是空军战机执行空中警戒的待命区。桃园基地共有3处警戒区，南区为侦察照相的警戒区，另外2处则分别位于跑道的两端。依循跑道的编号，分别命名为23警戒区与05警戒区。其中05警戒区肩负了绝大多数的警戒任务。05警戒区完成于民国60年，1971年。有2座双联机库与居中的警戒室构成，可容纳4架战机待命。哇，这只黑猫比较寂寞吧？我今天遇到的第4只黑猫潜行计划。我就先去参观最后一个机堡。那边有 F-1.4的实机展示，第5只潜行黑猫。前面这架战斗机是 F-1.4新式战斗机。这架飞机的型号是 TF-1.4G， 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开发之 F-1.4系列的双座教练型战斗机。F-1.4系列战机为2战后划时代的空优战机。1958年 ，F-1.4曾创下2.2马赫、9万尺飞行高度纪录。F-1.4曾经是台湾的主力战机，于1998年正式除役。通往3楼是单行道，太多人排队了，我就不上去了。桃园航空城博物馆试营运，从7月24日到8月底有特展。那8月31日以后还会不会有展览，或是有没有开放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消息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今天的桃园航空城博物馆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